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谈50肩。最近有几位朋友先后都被诊断为50肩，但他们都是60、70岁的长者了。有趣的是，他们都问到，在这个年龄还会得50肩吗？答案是会的。50肩只是这个病的俗称，英文的俗称呢叫 frozen shoulder 冰冻肩。其实它多发生在40到60甚至70的群体，女性比男性多见。我自己和多位年长的家人朋友都经历过50肩，总的感觉就是要经历一个漫长的痛苦的过程。虽然冰冻肩有一个很奇怪的不疗而愈的特性，但置之不理，有可能会持续2年甚至3年，具体取决于个体的情况、潜在的疾病和治疗的方法。我体会到，治疗和康复运动的确可以缩短这个病程。我的冰冻肩大约是在50岁左右发生的。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用病床推病人去检查的时候，感到肩膀痛，不是那么厉害，当时以为是因为过度用力，肌肉的酸痛，休息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好了。但是后来越来越厉害，甚至我上班都不能把手抬起来挂药瓶药袋的。因为疼痛影响我上班，所以呢，我吃了止痛药，吃了 Tylenol， 还看了医生。医生根据我的肩膀逐渐加重疼痛的病史和手臂向多个方向抬举的时候疼痛，就做出了我有冰冻肩的诊断，并开了个处方让我去看物理治疗师，还让我改用 Motrin 止痛。因为 Motrin 不但可以止痛，还可以有消炎作用。医生说，冰冻肩的医学名叫粘连性的肩关节囊炎。肩关节囊的慢性炎性反应导致疼痛和黏膜增厚粘连，关节僵硬，活动受限，使缩头、穿衣、向后扣内衣、向后擦背等动作都变得疼痛和困难。这时我想起我母亲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有手抬不起来的问题，缩头、穿衣服都很困难，还每天要做几次爬墙磨豆腐的动作，很痛苦。那么因为我的疼痛症状是从推病床开始的，所以呢，我还请医生给我做了个 MRI， 排除一下其他的肩关节问题。MRI 的结果是正常的。后来我也天天在做爬墙、做钟摆运动和磨豆腐的动作，还坚持做了3个月的 physical therapy。physical therapy 的动作呢是被动的，更有挑战性，但他们呢也很会掌握分寸，做到呢我能感到牵拉、不舒服但又不痛的程度。做完以后呢，还常常会给我做15分钟的冰敷。在后一段时间的 physical therapy， 我的疼痛呢慢慢减轻了。那么 physical therapist 给我加大了活动的范围，也同意我在家做手指爬墙、钟摆磨豆腐的练习。因为这个简单、安全并容易操作，还能根据自己疼痛的程度来变换活动的范围，坚持下来很有帮助。下面我来演示一下爬墙动作。面对墙，离墙大约半步的距离，双脚与肩同宽，将患侧手指轻轻放在墙上，慢慢地向上爬，逐渐抬高手臂，直到引起疼痛前的最大限度为止。在疾病的早期，可能需要用另一只手托一下肘部。到达最大限度后，保持这个姿势大约5到10秒钟，然后慢慢放下手臂。
如果手臂不是太累的话，还可以做侧身的爬墙动作。每次爬墙5分钟左右，每天2到3次，逐渐尝试爬得更高，但要避免引起强烈疼痛。接着演示一下钟摆和磨豆腐动作。在桌子或椅背旁站立，身体前倾，患侧手臂自然下垂，健侧手可以扶着桌子或椅背，帮助稳定身体，保持患侧肩膀和手臂的完全放松状态，不要主动用力，用身体的力量轻轻带动患侧手臂前后摆动，动作幅度从小到大，摆动时尽量不要引起疼痛，最好还练习左右摆动。通过身体重心的变化，左右摆动患侧手臂。在肩膀可以耐受的情况下，最好能增加画圈动作，就好比磨豆腐的动作，用身体带动患侧手臂在空间画圈，顺时针和逆时针各划10次，每个方向重复10到15次，每天进行2到3次。注意是由身体带动的摆动，不要强行增加幅度，以免造成损伤。我从开始到基本恢复大概是半年的时间，总的印象我比周围的许多人，比我母亲这个病程呢要短好多。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冰冻肩主要有2种类型，原发性和继发性。原发性是找不出特定的病因，继发性呢是由于其他的疾病或损伤引起的，比如说肩部手术、创伤或劳损，长期不活动，有糖尿病、甲状腺病，使局部容易出现炎症等等。还了解到冰冻肩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制动期，在这个阶段疼痛加剧，活动越来越困难。我个人的体会，在这个期间适当的用一些止痛药，例如像摩拳这样的非激素类抗炎药，不但能够减轻疼痛，还能够减轻炎症，并且能够及早的开始防止黏膜粘连的运动，也能更好的配合物理治疗师做运动。但是在这个期间呢，一定要注意运动要温和，防止进一步的损伤。我还觉得在运动之前做20分钟的热敷会有帮助。第2个阶段呢叫冻结期，虽然疼痛相对减轻，但僵硬更加显著，日常生活难以进行。在这个期间需要逐渐增加关节的活动范围。记得我的物理治疗师让我用一根棍子放在我的背后，用我受伤肩膀侧的手向后去拉住这根棍子，然后用健康的手上下移动，帮我增加运动的范围。我在家呢就用把雨伞来练习。第3个阶段叫解冻期，随着时间的推移，运动的范围逐渐改善了。在这个期间呢，还应该坚持运动，进一步加大关节的活动范围，争取那个功能能够完全恢复。总的来说，千万不要让冰冻肩冻结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果因疼痛而放弃了肩部的活动，放弃了积极的治疗，就会使康复的过程拉得更长。冰冻肩可能很令人沮丧，但它是可以通过治疗减轻疼痛、缩短疗程的。如果您的肩膀疼痛、僵硬持续存在，最好尽早找医生明确诊断，医生可以为您确定一个适合您的治疗方案。如果病情严重可能还需要在关节囊内注射药物，或者做微创手术。那好，这个视频只是我自己的经历和知识的分享，
不作为治疗的指导。谢谢大家。